其实每个人去写历史，每个人心里的历史都不一样。我们另外一位导演陆贝科先读的剧本，读完之后呢，很激动。来吧。它虽然是一部古装戏，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，围绕太平年景的主线，完成情节构建和推进。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一个现实中的态度。我们不管是从各类的书籍、博物馆去寻找我们能够去感知的那一段的历史。创作目标上，《太平年》我们希望是一部有厚重的历史感、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格局的史诗剧集。咱们全剧采用的是8K 摄影机，还有蔡司的 SP 镜头组拍摄的，希望能用这种技术去传达给观众。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，成片将首度应用广电总局的2024的新标，支持国产的音视频技术，打破好莱坞杜比的标准垄断。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，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。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期，首先还原度要高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达。北方我们想要一个仓，中原那个地带就是战乱，它的建筑风格是那种土木这种结构，黄土的那种感觉会特别的明显。我们需要苍茫的那种感受，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要在北方选景。要找那样的气候、天气，包括那样的土壤，最终选的是敦煌。真实发生地点其实是在河南，所以我们又避开了西北的一些特殊地貌，选择一些跟当时河南地貌比较相近的一些地方来拍摄。像我们在那边拍的那些马戏、进城出场、黄的那个土城墙、军队一系列的这些画面，确实是有一种让人很难忘的感觉。像那个千阳里，那个画面是一个剪影的画面，背景是一个黄黄的太阳。我说我一定要把那个画面拍出来。等会儿再低点再。来，别等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太阳已经进来了。敦煌就帮我实现了那个画面。南方的国风上面还是会比较润一些。吴越在当时来说，生活真的是相对来说安逸的太多了。这边呢就是青山绿水、亭台楼阁。就感觉它比较秀丽，它会有一些秀的感觉。我们也去了博物馆、乾王祠啊、乾王墓啊，去寻找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情境。整个五代十国的时候，相对来说它是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的，就把吴越国的这种特别浓重的烟火气就保留下。横店正巧是在吴越国这个位置，都是很符合我们南方的感受。在同类题材里边，太平年这个体量是特别大的，场景又特别多。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，在棚里边呢，我们又搭建了皇宫、书房、寝殿、府邸啊，实景又改造了特别多的一些景，街道啊、废墟啊、军营啊。从建筑上来说呢，北方的中原地区的建筑相对来说是宏大的、厚重的。颜色是深的，像黑衣的颜色，暗红色。到了吴越国这儿，建筑它没有那么宏大，感觉很灵巧的，飞人飞的也都特别好看，色彩是原木色、不绿色，就是这种东西加起来，一下子就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对比了。陈忠元老师第一次拿出他的那个设计的时候，他说这种衣服其实是会很宽大的，因为我们要找它的那个真实感。那个时候的人就穿得很宽松。整个的造型的创作当中，真实是一个基础，这块完全是一个能挑出来。但是它不是一个博物馆级的复刻，它是在一个戏剧当中来表达一个历史的真实。整个这个设计上，陈老师都秉持着从古画中找到的证据去做的我们所有的衣服。这个颜色有点太灰，包括有内衬、肩膀要怎么做，他会做得非常详细。一个角色的造型就会有众多的变化，再加上人物众多。跨越的时间又很长，最终服装数量超过了8000多套，让我们自己的设计去消失，融入这个角色，这样的话来辅助于角色成为戏中的这个人物。比如像乾隆处，他的角色变化会很大。乾隆处在去大梁之前，就是一个天天想跑出去玩，在别人看来就是不务正业和一个王子。他系起的一个腰带上面的一些垂穗，我们有意识把它加长了。
动感性会很强，这些地方都属于设计，但是它不破坏历史真实。在它没有成为政权核心人物之前，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吴越地区本地的色彩。他到了中年的时期，人物的年龄和他的阅历在变化，就有一些更沉稳的一些颜色，在他身上没有出现巨大的一些纹样，更适合钱弘楚充满智慧又有自己对抗能力的这样一个人物。孙太真的人物造型，我们还是按照唐时期女性的这种穿衣的这种形制去制作的。大袖乳衫、乳裙，在黄龙岛里面，它是一个偏女扮男装的这么一个形式。其实跟她的个性也是相关的。哎呦，能走能跑能跳，可以做一个很自由自在的那种姑娘。但是后期当了王妃以后，她的服饰就会变得要矜持一点，然后也不能迈大步了。那个衣服和发型一变上，我觉得已经从演戏上来说帮助了我很多，我就不能再像前期那么自在。吴越的这种大的一个背景下，它提倡于节俭，所有它这种服饰的这种颜色当中是收合的这种颜色，一直到它人物到最后的这种阶段里面，我们会有一些重彩的这种色彩。赵匡胤我们就表达的是力量，他跟钱弘楚是反过来的，跟勾龙之间更多的是相似。我们不想形成王和臣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更多的是把兄弟之间关系放在了我们视觉呈现的第一位上。在北方的这么一个大的服饰的基础和色彩的基础当中，给他俩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别，更多的希望在表演上能够感觉到他俩之间的这种融洽的关联。赵元郎，末将在。盔甲是我们整个一个戏的一个重头，唐时期的这种山纹甲、细鳞甲，北宋时期初期的这种乌锤甲，契丹的这块的这种甲胄的这种形制，去找了一些这种对应的这种资料，也翻阅了一些书籍去制作。我们制作了有20种盔甲，一套盔甲大概得要到2700、8甲片的数量。我们很强调于这种甲的质感性，甲片的这种侵蚀啊，或者甲片的这种层次啊，然后用了很多种做这个方法去尝试它。一个师傅的话，要1周的时间去穿制而成。包括我们各国之间的这个战甲，方方面面都做的是非常考究。甲一穿上去，差不多40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，听到声音了吗？全都是铜片来的。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更轻一点，但是轻一点，你在视觉上它是没有重量的。因为我们太平年呢，主要在一个战乱时期。在男性的妆容方面，我们还是延续了一些比较自然朴实的一个状态。女性呢，基本上还是以素雅为主，妆容特点还是延续了一些晚唐的风格，柳叶眉为主，在朱唇啊、花钿上也会做一点小小的改变。一些特殊场合会有一些比较丰富多彩的状态。孙太真大婚的那场，基本上参考了一些壁画中的供养人上面的一些元素，以及北宋前期的一些婚冠制。我们也是查了很多资料，那个时候的壁画它也有朝左的，也有朝右的，这种一般都是给皇后来使用，介于贵妃与皇后之间做了一个微调。冠帽它也是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，比如说篆刻啊、花丝啊，结合了一些松石，上面加了一个花束小冠。饰品的数量其实用量也是比较大的，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点。因为8K 拍摄的精度非常高啊，对于整个这个服饰道具制作来说是一种挑战。服装复原了唐代的草木染的那种工艺，主演的那个头套有120帧的那种钩织密度。170多页纸大场面，300-400场戏，我们剧组的化妆师啊，每天都凌晨1点钟开始画，几百个的画，最多的时候 A、B、C 3个组，1500多人。演员的角色特别多，有230多位有名有姓的角色。上个朝下面就站着150个大臣，还有一些战争的部分，中原难民。在吃住行，包括人员的一些协调，包括它跟场景怎么样来匹配的一个考虑。人一旦多了之后的话，它就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一些压力。横店发巡演的这个单位就崩溃了，说你们真没那么多人给你们。后来我开玩笑，我说这个戏拍的，我说应该叫《太平年之人山人海》。我人生拍戏拍到今天为止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场面。
因为这个戏又有一个特点，台词是半文半白的。战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甚至文多白少。私自出入者立诛。将士们在意，为不公2字而已。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，因为剧本大部分都是文言文的，你要想办法怎么把这些话让自己说出来，不那么的不自然。天天抱这本新华字典就在查。演员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啃这本，这词忒难了，这又是一番，它其实两番不一样的。每一个人就是对每一场戏都是非常的认真。OK 了，再来一遍。我这个反应能不能再来一下？对，来。不能哪家的王法？不光是啃下来了，还就是能理解到他写的那个词儿背后的第2层意思、第3层意思。就我那一下，我有点往心里去了。我觉得就特别棒。我们进组的演员就是他们真的去查完了之后真跟你聊。太平年这3个字一蹦出来，我就觉得好像再也找不到比这3个字更合适、更贴切的标题和主题了。那么要讲太平，其实我们就要讲为什么想要太平，看到战争会给这个人带来的这些创伤啊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个太平年3个字的意义。有2个虎口卡紧。不管是主角还是只有一场戏的演员，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他们对于这部剧的珍惜。也有中国历史研究院这样子权威机构来为我们整个项目做这个赋能，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部慷慨激昂的史诗，跟当今世界动乱频起的现实去做一些结合，让更多的观众去感知历史的同时，对和平产生敬畏之心。说起来好像很大，但是确实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要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，对人有意义的事情。